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聊一下尿频、尿急、起夜多这么一个现象。很多人年轻的时候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起夜，随着年纪慢慢变大身体的机能慢慢衰退了以后各种各样的毛病就来了。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的这个起夜次数变多，其次呢就是咱们的尿频，很多女性生完孩子以后她也会出现这种尿频，甚至打个喷嚏就开始漏尿。今天呢，就针对这个问题，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动作。这个动作相信我，只要你去坚持做个7天，这个症状会一点一点的改善，甚至就慢慢消失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大家跟我一起来做，我们把一只手放在我们肚子上，另一只手要把我们的手臂尽量去贴近我们的耳朵。这只放在肚子上面的手要去监测咱们内部的腹部的一些变化。我们来试一下好，慢慢把手举上去，贴近耳朵，有没有感觉到肚子上面已经有变化了是不是在感觉这个筋被拉长被伸紧的感觉？好，我们看一下。好，当我们的手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的时候手已经完全贴近耳朵的时候，我们尝试把我们的指尖像够东西的一样往上去触碰。大家看做高一点，就像在够东西，但是我们脚不颠，我们就把手往上去够。好，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的这个腹部在手下有个强烈的变化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提升咱们的内脏这是咱们道家的一个功法。但是我们做起来刚刚那个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功法的一个效果，但是我们实际做起来要这样的。注意2个细节。第一个，人站好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提肛要把它夹紧，夹紧了以后，好，我们把一只手先放到头上贴近耳朵，再把另一只手放到头上贴近耳朵，就像我这样。好，这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你的肚子明显的被收紧了，被拉得很长，你的内脏在里面也会受到一个向上的一个提升的力。好，我们在这个时候开始看好往上去够，想象上面有东西，我们要去够它。好，我们就这样去够它。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累的我们一般你感觉到往上够到你已经往上去不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极限。在这个极限上面，我们保持5秒钟到10秒钟，相信我，3到5个回合下来，你身上就会出汗了。我们来试一下。好，保持住，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大家看，这个不是我的极限，看往上，我感觉我整个人被拉开了。好，就这样。好，放下。整个过程当中2个细节，提肛往上够，就这么简单。但是你做起来它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每天可以去做一个6个到10个左右，慢慢的把次数增加。这个每天都可以做，你甚至可以早上去做，晚上去做。你连续做一个7天，你看一看你身上就是很多的问题包括了这个尿频，对吧？夜里起夜，包含了你的腰围都会变小。好，那这个方法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的视频一起做一做，把这个视频收藏保存，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关注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帮助大家带来健康每天分享一些健康的小知识。我是大伟，大家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咱们都知道久坐是诱发前列腺炎的主要原因。那么一般说到前列腺炎什么样的人群最容易患呢？就是司机。司机2大职业病，一个是腰椎间盘容易突出，第二个就是前列腺不好为什么呢？职业司机一般每天开车都是8到10个小时，开车时间非常长。通常来讲的话，如果他开了一辈子的车，这个前列腺和腰椎通常是一个都跑不了都会出现问题。那么今天我就要讲到一个粉丝的，这个粉丝60岁，可以说是开了一辈子的货车，每天开车的时间他可以说是10到12个小时，非常的长，
而且是夫妻双方一起跑。但是呢，他跟我讲，他的前列腺啊一直很好，而且他的腰也不错。他究竟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在我跟他深入的了解以后啊，我就发现了他原来之前啊，他也会感觉啊这个有一些尿频尿急的表现啊，就是前列腺的一些症状。后来啊就遇到了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啊早年习武就教给他一个动作，然后他一坚持啊就一直练到现在。那么之后呢，这个前列腺啊和他的腰啊就一直很好，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动作啊教给我了。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以后，我也学会了，做了一下，确实不错。那么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学一下。那么首先啊，这个动作是非常简单的啊，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双脚啊，首先要踮起来啊，踮起来以后呢，把两个腿啊去往里面夹，用劲的夹，一定要夹紧。夹紧了以后呢，双手扣住你的这个板凳边啊，把这个板凳边扣住，把我们的身体啊，你看往下去压，手呢可以微微的往上抬一点点，借点力啊，然后呢保持住，然后在这个姿势的情况下啊，我们坐在板凳上，屁股可以微微的挪动啊。聪明人一定知道在干嘛了，就是啊给我们的前列腺里面啊做一个刺激啊，微微的动。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如果有感觉了以后，我们动个3-5下啊，慢慢的回到一个正确的一个姿态。好，然后呢再来往下压，压到你感觉有压迫感的时候啊，有这种感觉比较强烈的时候啊，然后保持住啊，停顿个1到2秒钟，然后屁股微微的动一下，然后再回到一个正确的姿态，然后再来如此反复，非常的简单。动作当中有2个要点啊，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这个脚啊不可以是直接是压在地上的，一定要抬起来，这个脚一定要抬起来。第二个呢，就是压完以后啊，一定要把屁股啊来回的扭动几下啊，这2个动作千万不要少。然后每天啊，我们去做一个15个到20个啊，是非常舒服的，每天都要做啊，慢慢的你就会感觉啊前列腺上的问题啊慢慢就改善了。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我感觉非常的好，所以就分享给大家了。如果你感觉啊不错，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动作，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咱们工作节奏比较快，很多人加班久坐已经是常态，所以呢，很多男同志到了40岁往上走的时候这个前列腺上面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那么前列腺上面一旦出了问题以后那就会造成了很多生活上的不便。那么前列腺这个问题怎么去改善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于咱们前列腺上的问题都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而且做起来非常的简单。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这个动作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非常的简单我把裤子卷起来。我们首先第一个要素是把脚这个脚往上踮踮起来以后呢，把腿夹紧把腿夹紧。我的板凳最好就是不要把屁股去做全屁股不要做全。咱们这个板凳最好是做一半一半往前这样的，就不要把它做满了，做一半往前这几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掌握好，细节掌握的越多这个动作的效果肯定是越好的。咱们尽量往前稍微做一点，然后把脚踮起来，大家看我把腿掀起来。好，这个时候呢，去夹腿、踮脚、夹腿，然后我们这个手放到腿两边，去进行一个摇我身子不动去进行一个腿的摇来回反复的摇这样去摇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找一种感觉，像什么感觉呢？我来给大家形容一个非常贴切的感觉就像我们很多人都有过那种上厕所来不及尿在肚子里面很来不及，那怎么样呢？他会本能性的把我们的腿夹紧，然后来回的在抖，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什么会有这种本能呢？因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就可以很好的刺激到我们的里面刺激到我们的一个前列腺，所以我们把腿夹紧你看来回的就是这样去摇这样去摇的时候就已经给你的前列腺上面做了一定的刺激。同时这样动作经常去做，不仅仅可以去改善你的问题，对于我们的这个经络的刺激也能带来很好的帮助这个就来回反复去做，做完以后你要有一种感觉，就是里面有发热的感觉它会有一种隐隐发热的感觉非常的舒服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去做多少次呢？我们一般来说就是左右算1下，我们去做一个50下到80下，这个感觉因个人而定。因为在做的时候，你的大腿内侧会非常的酸我们就来回这样做就可以了这样去做，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方便，这个任何的地点都可以去做。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对于大家能带来帮助，也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这个分享出去，帮助更多的人。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个不一样的养生视频都是非常实用的，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个男同志的话题。那么很多男同志啊，进入了30岁以后，就发现自己的前列腺啊不太好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前列腺的位置啊非常的特殊啊，特殊到什么地步呢？只要我们坐着就会压迫到它。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像一些职业病，比如说司机啊、医生、久坐的人群啊，他的前列腺啊往往啊都容易出问题。所以今天啊，我们来讲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呢就能很好的去保护咱们的前列腺，而且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那么男同志啊，没事的时候去练一练，对于自己的身体啊能带来很多的帮助。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啊非常的简单，咱们首先啊先站好，然后呢这个双腿打开的距离啊和我们的肩膀一样的宽。好了，然后第一步是怎么做呢？我们把一条腿啊，你看斜迈出去啊，迈出去以后呢，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大腿的中间啊有强烈的挤压感和压迫感。我们试一下啊，迈出去，画一个半圆，大家看，画一个半圆，把它迈出去啊，迈到你最大的极限。然后呢，有挤压感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比如说我右腿啊往左边画半圆，我们的骨盆啊就要往我们的右边去转。大家看啊，转我们的骨盆，同时两个腿啊要往内去夹啊，一边转一边夹，坚持3秒钟。好，回到正确的位置以后，再来做第二步，一样的把另一只腿，把我的左腿啊往右边去迈一步。在迈出去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夹的感觉啊，夹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夹紧啊，把骨盆你看旋转啊，我们来转，保持住3秒钟啊，3秒钟以后你会发现很酸啊。有些不好的人呢，他做起来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感觉有一些微微的这种酸痛，这个呢都是正常的，没有关系的。我们就每天啊左右算1次啊，你看我接着做好了以后啊，骨盆转夹3秒钟啊，左边做完了以后，右边啊算1次，你看夹紧了以后转骨盆啊，保持3秒钟。一天呢，你去做一个10下，或者呢，你久坐做个两个小时，比如说我们久坐做了2个小时以后，我就把这个动作起来做个5下，就能够很好的锻炼到我们的身体。好了，今天这个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把视频转发给身边有需要的人群。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2个穴位啊，一个是关元穴，一个是气海穴。这2个穴位把它配伍起来去按，它可以去改善我们男性的一些前列腺上面的问题，以及女性的腹部宫寒，或者说这个容易这个打喷嚏、腹压不稳定啊，咱们这个漏尿这种现象。那么这2个穴位怎么去做呢？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首先，咱们呢就是要先去定位好这2个穴位。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模特吧啊，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在于肚脐下面肚脐下面。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气海啊，这个是气海穴，再往下呢就是关元啊。咱们去定位它的时候，首先演示一下。首先咱们先找到肚脐啊，肚脐以下呢4横指啊，4横指这个位置啊就是咱们的关元穴。咱们肚脐和它取一个中间啊，这里就是咱们的气海穴。咱们按是怎么按呢？2个手指点压这样大家跟我做一样的动作就是放好以后呢，我们建议是坐下来做为什么要坐下来做呢？因为我们坐下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得到这个气感。好，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我们2个手就像我一样的放在这个穴位上面，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肚子一定要放松咱们做好放松，然后你这个手戳进去以后，要是看能戳进去，看能戳进去软软的。好，咱们把它往里面戳进去以后怎么去做戳进去以后，咱们要开始提肛提肛运动，就是咱们以前课讲过了，就是盆底肌对吧？收紧，咱们把它提肛你看你肛只要一提你看一提，然后再有一点憋掉的感觉，你会发现你的手指就变得很硬。好，咱们就这样去做，戳进去以后提肛憋尿那种感觉，然后呢，你的手指下面这个肌肉就开始被激活了，它就会变硬这个时候我们保持住这种提肛感看做个完整的戳进去以后提肛这个憋尿感我手下变硬了，好，保持住，一直保持住，然后这个手呢按压力度同时不减弱，它这个就会造成什么呢？
肌肉想拼命的往里头收缩，但是呢，咱们的手指啊给它一个卡住，一个位置给它卡住，不让它收缩，那么这个肌肉啊就在持续的发力。那么这么一种持续的发力啊，就会让我们的整个气血循环啊变得更好。我们按下去以后，提肛收腹，好，保持住。你一定要找到这种感觉啊，酸胀感，这种酸酸的、胀胀的啊，或者憋气的这种感觉，好，收紧。你会感觉你慢慢的，你整个一种形容不出来的，包括了我们可能在尿道上面啊，或者男性的这种生殖器上面会有一些啊这种感觉，这种感觉都是好的现象啊，都是好的现象。我们就这样去做，我们按进去了以后，当出现了酸胀感，我们尽可能的再坚持个3到5秒钟，然后松手，好，放松，然后休息大概5到10秒钟，再来第二次，好，按进去，提肛收紧，感觉啊，最好你要如果可以的话，闭上眼睛，感觉这个下面收紧的感觉，收紧了以后啊，酸了，保持3到5秒钟，好，放手，就这样。我们每天去做，每天做多少次呢？我们每天做10次到15次。如果说渐渐的你感觉没有那么疲劳了，你可以做每天做20次到30次。这个方法啊，它无论是对于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它都能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改善。而且你坚持去做以后，好处啊，它不仅仅局限于我刚刚去说的啊，这个呢你们自己去理解。但是一定要做到的是，就是说第一点找到感觉，第二点坚持，把这2项做好，很多问题啊其实都能解决啊。那最好的医生呢，就是自己坚持去做啊，爱护身体，好好养生。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好，我是大伟。现在小腹肥胖的人群非常的多，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可能年纪啊并不大，肚子上面啊就有一层厚厚的小油脂。那么这层油脂啊，它不仅仅啊是影响着美观啊，比如说咱们穿衣服的时候肚子往外凸出来，非常的不好看。其次啊，它对咱们的健康还有很大的影响。这个中心性肥胖啊，就是我们肚子这边肥胖啊，它会影响着咱们的心血管。那很多人啊，如果说你不去进行干预的话，慢慢到后面的话，那可能就会引发出啊一些三高的问题啊，引发出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同时啊，它如果说肚子肥胖的话，对男性的这个前列腺也有很大的压迫啊，对于男性的前列腺也不好。所以如果说啊，你是一个肚子肥胖的人啊，你一定要注意日常当中啊，咱们千万不要久坐不动啊，因为久坐不动就是肚子肥胖的一个真正的杀手啊。我们都知道啊，人为什么脂肪容易堆积在腹部呢？因为这个腹部啊，它本来代谢就比较慢啊，咱们长期久坐啊，人往这边一瘫以后啊，它这个脂肪啊就更容易啊流动到我们的肚子这边，然后进行一个堆积。久而久之以后啊，这个肚子的赘肉啊就出来了。那么今天啊，教给大家一个小动作，这个动作啊，咱们每天就练一个3到5分钟，对于我们减少肚子当中的赘肉，以及啊改善男性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有很大的帮助。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那么这个动作做起来非常的简单啊，咱们把脚啊给踮起来。踮起来以后啊，两腿是处于一个并拢并且微微收紧的状态。好，然后呢，我们的身子啊坐直，腹部内收，两手按着肚子啊往里面微微的压一下。然后呢，我们这个脚啊，你看是做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呢？就是说这个脚跟不碰地，然后离地，但是这个脚尖点地面的那个点啊，咱们不移动啊。具体就是这样，看，来回的把脚啊往上去颠啊，然后呢，这个腿啊尽量的把它夹紧啊，在一起摩擦。然后这个手呢，把我们的肚子啊往内按啊，就这么一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你人啊，最好微微的往后去仰一些，把我们的身子挺直，我们就这样去做。然后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肚子下面有2根筋来回的在动，那这个时候啊就锻炼到咱们的腹部了。同时呢，啊，我们腿在进行摩擦的时候啊，就是刺激到我们的经络啊，然后这个脚尖一直点着这啊，来回的做啊，我们频率呢就跟大伟的频率一样啊，这个腹部啊你就会感觉到很酸，一会儿会感觉很酸啊，从腿啊一直酸到我们的腹部啊，非常的好。做一会儿你的肚子啊就紧了。那么今天这个动作啊没有时间限制啊，就是说咱们做到这个肚子发酸发胀了以后，你在心中默数20声，就是已经酸了，然后1、2、3、4、5、6、7、8、9、10啊，数到20，然后呢就休息就行了。然后一天做个2次啊，或者早上做1次啊，或者晚上做1次，或者2次啊连在一起做，做完累了以后休息一会儿再做啊，这样的话它就能给我们的这个腹部的代谢啊
加快我们腹部的代谢啊，帮助我们减少肚子上面的肉，对男性同志的前列腺也非常的好。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如果你身边有肚子比较大的，或者你的身边的家人肚子比较肥胖的就发给他们看一看，让他们跟着一起去练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小视频，大家关注、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人年纪大了以后肾气就会慢慢的变弱。那么上一期的视频咱们讲过环阳卧是可以很好的帮助咱们增加咱们的肾气。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小小的训练动作，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非常适合男女训练，它可以有效的去改善男性的一些前列腺问题，增加女性盆腔内部的一些免疫系统。同时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收紧小腹增加咱们的腹压，而且在多做的时候可以刺激到咱们血海这个穴位。那这个穴位刺激了以后可以让我们的气血变得更加充盈。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首先呢，咱们坐在垫子上面，然后把我们的双膝并拢然后我们躺下来。躺下来以后咱们的这个髋部要成为一个90度。然后呢，我们的膝盖部也是一个90度，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屈髋屈膝的一个角度，脚尖尽可能的往前绷。我们把起始的动作摆好以后注意我们的双膝一定要去并拢并拢。然后呢，在双膝并拢的时候，把这个动作摆好了以后，咱们要开始干嘛？来回的往前去蹭就像踩单车一样，但是幅度不是很大我们的动作就很微小的一个动作，轻轻的你看。去蹭，在你这个蹭的时候咱们的这个膝盖中间的这个血海部位就进行了一个摩擦。同时，我们可以把双手放在我们的腹部在做动作的时候呢，我们会感觉到我们肚子上面的一个肌肉在处于一个发力的状况。两个肌肉呢就像绳索一样，不断的顶你的指腹顶我们的手。那这个时候呢，动作就做好了。我们就这样做，来回的做每天我们这个动作可以做一个200下到300下，然后我们可以正常是50下到100下为一组，然后做个3到5组这个动作在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小腹做一会儿就会发胀发热甚至会里面出现这种很深部的一个灼烧感这个都是正常的，证明你的动作做得非常到位。同时，这个脚尖在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出现这个脚尖往上勾动作不标准，我们脚尖一定要往前绷紧，然后你想象前面是一个指然后你再用这个脚尖轻轻的就去点它，点这个指，膝盖尽可能的去并拢去进行一个轻微的摩擦这样的话就可以更好的去刺激到咱们的血海这个穴位。好，我们再重新演示一下躺下来以后屈髋屈膝，两个都是尽可能保持90度。好，然后双手可以放在腹部，增加一下肌肉感觉，脚尖往前绷紧。好。如果说有些人他这个脚尖一绷就抽筋的话，那我们就可以轻轻的往前绷一下，主要是脚趾脚趾，你看这个脚趾要往下一压，好，来回的动就可以了。好，在做的时候你要感觉到腹部发力，那么这个动作基本上就完成了。我们每天这样去做，男性女性都可以达到很好的滋阴壮阳的一个效果。那么今天的视频呢，咱们就分享到这里。那大家按照这个视频上面去做，每天都能做出一个好身体。好，那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是大伟，点赞、评论、关注，谢谢大家。